早上醒来，阳光刚好，早餐店阿姨多送你一颗水煮蛋，同事还说你今天穿得特别好看，你在电梯里哼着歌，心情好得像刚中乐透。但到了傍晚，你气得摔门，觉得全世界都不懂你，你发誓再也不想跟某位同事说话，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活得太没意义。你回头看着这天的变化，惊讶地说不出话来。我到底怎么了？今天早上明明还好好的啊。是的，你不是疯了，也不是天气热疯了，你只是搭上了情绪云霄飞车，却没发现自己什么时候上车的。这堂课我们要来拆解一整天里那条情绪的过山车轨道。你会惊讶地发现，原来情绪的巨变不是突如其来的风暴，而是一连串你没注意到的小变化，默默推着你走向爆点。原来情绪不是跳的，是堆出来的。人们常说情绪起伏很大，但更多时候我们不是突然心情变差，而是经历了多个微小的触发点。就像一杯水不会因为一滴而满，但每滴都在推进边缘。这就像云霄飞车，不是直接掉下来的，它会先慢慢爬升，积蓄能量，再突然俯冲。而我们的情绪也常是在日常的小瞬间累积出巨大反应。 Case Joanna 的一天。 Joanna 是个设计师，早上她被猫咪温柔喵叫叫醒。天气晴朗，她难得穿上喜欢却平常觉得太高调的洋装，出门时邻居也赞了一句：今天好美哦。到公司后，同事给她买了一杯限定口味的咖啡，主管还主动说：你昨天那个设计蛮有意思的。一切都太顺利了，她甚至偷偷想，今天是我的幸运日吗？中午12点42分，一切转变。他收到业务传来的讯息，客户觉得你的设计太花俏，要整个重做。他心中一震，但还是笑着说：好，我处理。下午3点，会议中，他尝试说明设计概念，却被另一位资深设计师插话打断。这个我们之前早就试过，没人买单了。他笑不出来了。下午4点，主管传讯问他，那个改稿今天应该来得及交吧？他开始觉得压力如潮水袭来，怎么早上的阳光都不见了，整个人像卡在阴天里。晚上下班，他经过那间早上送他咖啡的店，却一句话都不想说。他拉下口罩，走过熟人，连招呼都不想打。剖析情绪云霄飞车的4阶段， Joanna 的例子不是例外，而是普遍现象。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云霄飞车，只是我们没学会认出轨道。让我们回头拆解：一、爬升期、累积期。早上的顺利让他情绪高昂，但也让他对接下来的一切有了高期待。这其实是一种心理暗示，今天应该会很好。越期待，越容易对突如其来的挫折无法承受。2、触发点引爆期。那封设计要重做的讯息，其实是第一个低谷，他没有当下释放情绪，只是吞下去。这吞不是处理，而是压抑。情绪不是被吞下就消失，而是像气球一样被打了一针，微微胀了起来。3、加速期，放大与连锁。接下来会议被插话，主管讯息压力，同事眼神冷淡，这些都不是致命事件，但都是催化剂。他的心里开始出现念头，是不是大家都觉得我没用？
这时不是事件在推动情绪，而是它的解读方式决定了情绪要往哪里跑。4. 俯冲期，情绪失控。当他走过熟悉的咖啡店，却不想打招呼，那不是他冷淡，而是心已经疲惫到无法承受更多互动。这就是云霄飞车的掉落，不是愤怒，而是空虚与枯竭感。为什么会这样？3个常见情绪乘客错觉。我们以为自己是在处理情绪，但实际上我们常在下面3个错误中兜圈。1. 以为转移注意力就是解决。很多人说不开心就吃甜点、逛街啊，这确实能短暂缓解，但当根本的情绪没被看见，这些转移只是逃避，最后反而让你更难面对。2. 以为撑一下就会过去，我没事，这小事啦，是我们对自己的自我洗脑。但如果这种撑变成习惯，长期下来，你的身体会帮你抗议，焦虑、失眠、倦怠，一个都不会少。3. 以为情绪不合理就应该压下，我干嘛这么小题大做？别人都能撑，我怎么这么玻璃心？这些不是理智，而是对自己的情绪否定与羞辱。事实是，所有情绪都合理，因为它们来自你真实的经验与感受。看见云霄飞车的轨道，你才能掌握方向。你无法阻止情绪来袭，但你可以在第一个转弯时就拉下刹车。当你察觉自己心跳快了，突然觉得不耐烦，有点想躲起来，这些都是情绪已经开始爬升的信号。最强大的自我觉察不是永远快乐，而是你在情绪变化的时候，有能力看懂自己走到哪一段轨道上了。结语，你不是情绪的乘客，而是驾驶者。情绪的云霄飞车看起来惊险，其实只要你懂得看地图、认方向，就能少很多翻车。下次心情开始起伏时，不要急着问为什么我这么难搞，而是好奇地问自己，我现在在哪段轨道上？你不是被情绪操控的人，你是能认出情绪地图的导航者，而这就是看懂情绪套路的开始。